来了来了，发现老朋友了。晚上好呀，晚上好呀。给我的小米宝发个爱心。偏抹胸背带一点的裙子，蝴蝶结没有大到可以填补抹胸上的空白。抹胸背带胸上的空白，一般来说就是画项链。抹胸背带裙的话，一般就是画项链，可以画那种斜的。然后
这个蝴蝶结是指胸前的蝴蝶结吗？哦，什么样的装饰？一般来说，这边可以画一个徽章，就里面放一个你的元素，然后加个蝴蝶结，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然后边上的话，一般来说，前面就是什么扣子、花边之类的，还有那个风行者，风行者就好像是这个吧，就领口上的这种，这3条线。这个我一般也会就是边画边看参考，看看别人胸口有带什么东西。好的，好的，能帮到就好。是的，是的，许久不见。我的正比大概是几头身？我之前好像算过，我一般是5.5到6头，因为后面加了头发之后，我就没有怎么算过了。这手动算一下，3，好像是6头吧，但这个还好啦。哦，半点半点，把歌关一下。经常画不好比例，能出一组常用的动作比例吗？会的，会的，但是我的比例好像，我就只有这一种，还有那个常用的小 Q，然后其他基本上都是画飘了，比例不一样了，动作会出的，就后面会出那个，因为这一期那个动作最近画的都是那种什么比较飘的嘛，什么什么这样的，然后这种不太好找参考，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照片的话，它呃，就是这种照片一般都是有透视的，然后我们去参考别人的画的话，它就很容易过度参考，所以我会就整理一下，我就最近常用的一些动作。画不开多大，我现在开的是4000乘4000，然后以前开的2048乘2048。很喜欢这种大动作，感觉很有生命力，但是不会画，这个就只能多看了。多看看别人是怎么画的，但是都是要，小心不要过度参考。昨天的这个我们3指下滑，三根手指放在画布上，往下滑，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拷贝并粘贴的面板，我们选择全部拷贝，这样它就会给我们拷贝一个我们
这个画布上的所有显示的东西，然后我们再三指下滑，点这个粘贴。这时候我们看图层啊，这个记得把它移到最上面来，是不是就有一个所有的这个东西了？我们在长按这个勾勾，可以看到长按之后，其他的都会隐藏掉。再长按一下的话，就是其他的显示出来。我们这里给它只开我们的最新的这个一层，然后把它的透明度调低。勾线的话，我用的是最开始的这个草稿勾线，然后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是第一档还是第二档啊？好的，是最大的这个。然后找一个黑色，我一般是先从眼睛开始。线稿的话其实讲的不是很多，等一下我会重点讲一下头发，其他的话就根据自己的勾一下就好。我们先来勾眼睛，记得要有一点弧度。这个看你的画风，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有棱角的，就不用太参考我这个了。然后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可以把那个草稿透明度拉高一点。好，我们就跟着这个直接勾。勾的时候注意一下两边那个上睫毛的这一块不要一大一小了，就注意一下两边要一样宽。然后眼珠也要看一下，不要就两边，就是差的大小差太多，因为毕竟是正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眼睛好像有一点太宽了，我们就拿液化给它液回去。OK，然后画鼻子，鼻子我一般就直接点一个点。嘴巴，主要看一下笑起来好不好看，不好看我就直接一根线。我可下面这个我有些时候勾，有些时候不勾，其实这个没什么影响。然后高光也是，高光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它两边可能就是你留的边上这个空隙不一样，然后就可能会看着向两边，不要向两边看哈，我们稍微往内收一收。然后双眼皮。像这种就是长线，如果你画不好的话，你可以画两根短线，因为人的视觉是会自动把它就是想象成一根长线的。然后画眉毛，眉毛也是，如果你觉得两边画不对称的话，可以先画了，然后再把它液成一样的。最喜欢勾线了，感觉不用太脑子啊，确实。我勾线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知识点，我们主要就复习一下昨天的那个东西吧，毕竟草稿的时候没有就画的特别仔细。画完脸，我一般会把它单独分到一个图层，因为这样的话，小图这里可以看画歪没有，然后到时候画到最后，感觉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调一下，因为我们画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是还对脸没有那么的，就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先给它放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小图这里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哪里歪了。比如我这里有一点点高，我们看给它掖一下，这边给它弄起来。
OK，我一般就会直接先涂层勾别的，就大家不太会画，感觉经常要改的都可以就单独一个图层来画。然后我接下来一般会先画刘海，我们把最上面这个发片给它画了，然后是它下边的，我们这个线条尽量不平行哈，尽量不平行。然后 M 字的这里给它画一下，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些，我们就根据这个头发的方向是这样长的，我们拿这种短线给它连一下，中间就不用封死了，封死的话不好看。然后是鬓发这些，我一般会从这个里边给它勾一个出来，然后下面这个连着里边的那条线，这样我们就有了2个弯弯，然后再在外边再加一个细的。这里哪一根在上面的话，你就把它的那个给它衍生出来。比如说我要这根在上面，我就把这根演出来。如果你要这根在上面啊，就这边顺着弯过来，就比较的灵活。好，另一边，如果感觉就另一边不好画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就水平翻转再去画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把画布旋转一下。这种比较空的地方，我们就顺着这个发丝的走向给它加一点线条。我可以看到我这里有点太平行了，这里，等一下给它改一下。我一般会看一下，就是两边这个头发就在不在一个长度。它这里右边要短一点，我一般就会给它再加一点点小发丝进去。然后是螳螂窝，因为螳螂窝它会遮掉一些东西，所以要把它先画下来，要不然等一下我们擦擦改改的不太好画，有点累画的。我一般就有把盖在最上面的先给它勾了，然后下面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只画一点短线了，不用画长线。画长线在平板上还是有点累手的。然后如果感觉勾线太累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轮廓勾下来。先勾轮廓的话，就会觉得哇，已经勾了挺多的了，就不会那么的难熬。这边太空的也是顺着发丝给它画一点线条。螳螂窝2个弯弯给它画上去，然后是一些小装饰。这个还是我们的波浪线搞里头。
然后是它的里边的一个丝带。褶皱的话还是那个昨天说的那个二哈，画一个这种二，也可以算是水滴和一个斜线。昨天好像有讲哈，这个二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水滴状的，它是就是说明它里边是往下凹的，然后边上的两块是被挤出来的这里是凹的，然后这两块是凸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然后这一块也是凹的，这个是我们给它的一个阴影画的一条线。这个只是说一下我画的这个原理，但是画的时候其实不用动那么多脑子了，到时候可以上阴影的地方也是很灵活的。包装纸我就给它画的比较崎岖一点吧，因为它是那个塑料的，有一点塑料折过的感觉。然后里边是这个吸管，可以看到我这里感觉那个线我不太顺手，所以我给它旋转了一下。旋转的话就是两根手指直接转你的画布就好了，让你的两个手指像圆规一样转。然后是牛奶盒这种比较方方正正的，我们就给它画直线。哦，以及有那个大家会画 Procreate 的直线吗？直线就是你画一条直线，然后不要放手，长按之后它就会变成一根非常板直的这种直线。这个的话，我一般会在那种就特别特别难画的很长的直线我会用，这种比较短的直线我一般不用，因为短的话我感觉有一点手绘感挺好的。我们看一下这里，我在思考着这个线在头发上边还是下边，在头发上边吧。我们勾这种小线的时候，也是尽量让它的那个就是宽度是差不多的。OK，我们来画帽子。帽子也是一个波浪线，但是它的波浪是有一点往边上这样走的，然后最顶端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正的那种波浪。因为这种毛绒的话，大家手摸上去，它是不是会被那个顺下来它的毛灰？这边是扣子和标签。我也是昨天看了一下文档，突然发现忘记画了后面的一点东西，再说吧。画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那个眼珠留白出来。哦，这个不是眼珠，这个眼睛的高光，嘴飘了。然后上边我们就用颜色，可以看到我这里拿颜色填的，这个也记得勾一下。可这是不是很好看？给它画成那种毛线小玩偶的感觉吧。把这个叶子刻就这样。
然后是耳朵。可以给它的耳朵的凹陷画条线。哦，这里昨天还画了一个那个十字发卡，也给它画上。这种发卡的话，可以把它擦掉一点点，然后往外凸，不然的话，感觉和那个头发就是像一个纸片粘在头发上。然后蝴蝶结，蝴蝶结的话可以画成圆角的，圆角的会有厚度一点。可以看到我之前画的那个长鬓发已经就被遮的差不多了，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新弄一个，不然它会把衣服给遮完。比如说我们给它画到这儿，如果要加东西，然后或者说你觉得不太好画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在下面，然后用蓝色给它画上去，给它先画一个草稿。然后我们再去勾线，不然勾的时候万一画错了，就只能擦了再勾了，很麻烦。我们把它透明度调低，然后画完头上就画我们的脸的轮廓。以及我的这支笔蹭线的话，其实还好，尽量少蹭一点就行。因为我的画法，它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线稿会改那个线稿颜色嘛，一般就看不出来这个蹭线。下巴也可以掖一下，因为我们不能保证就是我们画的两条斜线刚好到下巴的这个点嘛，我们直接给它掖过来。然后是脖子，这个小项圈直接给它画一个小波浪。这种小项圈我一般就是把中间画一点这种飘号，就是表现它是这种那种叫什么？之后缝了之后，它中间不会就是有一些凹凹凸凸的，就是表现它中间的这个东西，然后随便给它画点斜线就好。是小草莓。好，我们开始勾衣服。衣服的话，这个厚度一般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肩膀，然后衣服套上去，我一般就是从这里把这个给它稍微伸出去一点点，然后从这个地方画它的后面的，然后再给它拉下来，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么一点点厚度，看起来会不那么纸片一点。这里风铃草是一个小三角形的样子，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有一点小凸起哈，这种东西不用管，真管了的话很累的。实在看不顺眼，我们可以细化的时候
给它拿其他颜色擦掉。好，我们依旧是先勾最上面的物体。哦，对了，我是准备讲那个就发片的，我先把这里勾了，然后再给大家看图吧。好，我先把这个长鬓发勾了来。哦，还有这个尖尖，我有些时候会画的太钝了，所以我会擦掉，重新画一下。好，我去切个屏。哦，可以看到这里也太细了，等一下我会给它修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比较宽的就比较松弛，然后这里给它这个宽度太细了，我去切个屏。我看一下放在哪儿。好，这是想的一个发片的东西，就是发片扭曲了之后，我们昨天就是说画这个轮廓嘛，轮廓我们是按那个小月亮来画的，就这一块和这个一块就是画红色的这里，然后我们要给它加上这个新的线条，就是加在这个紫色的部分，可以看到嘛？就我扭曲了之后，扭曲这张纸之后，它是有一个这样过来的一个阴影的，所以我们就会画这样一条。就我个人的话，然后可以看头发，头发的话就比较明显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些头发发丝都是往下的，所以我们就是画这一条的时候。其实也是暗示这个发丝它是在往这个方向在拐的。在这个上面画的话，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在上面的这个头发的话，我们就把它的那个线画在靠这个地方，然后在里边的我们就直接插一条下去，然后这3条线也是尽量不平行哈。OK，那我们就继续开钩。好，切一下屏。好，我们把这里的发片给它画宽一点，要不然感觉和左边的不是很和谐。就大家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这些小细节其实也是可以不用管的，这种东西都可以在后面再改。但勾线的时候就是这比什么部分感觉都比较累，不知道为什么。就他改的时候又要擦又要改，感觉比其他的要多一个步骤诶。然后我们画这个蝴蝶结。蝴蝶结的话和那个发片是一个逻辑，但是它是用这种扭曲的长方形去做出来的。就是把这些比较空的地方给它画一点斜线，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空的话，给它这样画一条，
就在它的右下角画一条斜线，因为等一下这个地方它是很有可能要画阴影的，画在这里的话一般不会出错。然后我们把领口跟着下面的这个草稿的线给它填上。乌克，然后我们来勾这个蝴蝶结。蝴蝶结的话，我一般就是画一个圆角的梯形，然后里边画一个这种勾勾，表现出这里是凹下去的，就这里是折回来的那个布片。然后画那个小水滴。然后是这个围裙的边边，围裙背带的边边，也是我们一样的方法。围裙的边边也是比较往外散开的这种，所以我们用这个正三角给它画上去。可以看到这一片花边它有点挡我们的背带，给它画上去一点。所以有些时候感觉就也不用想太多这种花边，你只要画了这个褶皱就行，就画了一些连接你的这个点的那种斜线，就让它的花边这里有一个凹陷的位置就好。啊，无论你是画一个正的还是一个倒的，或者说我直接这样画呢，它一样也是有一个凹下去的。总之就是方法很多，不用太局限。我们把那个背带的带子画出来，因为现在有很多挡住了。我用的是哪支笔？我用的是发在群文件里面的这个草稿勾线。然后这个圆头的话，呃，这个一般般吧，因为你可以发现我这支笔它画竖的和横的它粗细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是圆头是改了一下，就是它横竖都是一样的，但是质感不太好，不是很推荐，可以就是直接用原版的这个就好。这支笔是室友给我调的，所以就只有这里有一份啦，仅此一家。画我们的草莓包包，包包它是凸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往外面画一点。
这种衣服上的花边，我有些时候也会就是用稍微不那么平整的线去画。可另一边，然后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连的上肩膀部。我们就先把中间的身体画完，然后再去画后边的那个头发吧。好，手也是昨天说的一个 Y 字，然后外面是它的3根那个手指的就是指关节，下面画那个小戒指，这有点太大了。然后往外是其他的手指，这样画那个圆角的横折，然后蝴蝶结边上画一个弯弯，然后拉下来。这里看一下，如果手掌画的太长了，我们给它改短一点。然后我们扎一下那个手指根部的那个骨头凸起。这个如果找不好位置的话，我们可以先不画，到时候我们打一点那种腮红上去也是差不多的。然后画这个花边，花边还是昨天说的那个，相当于一个碗，就前面有一个稍微凹一点的弧线，外面是凸一点的弧线。好，然后袖口也是昨天说的，直接画一点，这种就好了。蝴蝶结也是那个圆角的正方形加那个2个圆角的梯形。下边的话就不用圆角了，因为这个它不是折回来的是吧？它直接就是那个丝带上面的东西，它是直接这样一片的。它不是说给它弯了一下，弯了一下的话，它估计就这里是圆角的。这个的话，看看你画的是哪种蝴蝶结了。这里被篮子挤压的那个，可以画一点被挤压的褶皱。这被挤上去的话，它会有一点这种，就你的布料堆积在了这个地方。叶子的话，我一般画这种三个弯弯的叶子，这个的话看起来比较田园。先画一点，然后给它连上，就这种，这个给它连上其他的叶子。
其实感觉找的参考的那个小羊比较可爱了，但参考图画的比那个找到的参考糟。参考图里面那个圆滚滚的小羊超级萌。然后一般你感觉这个额头太大的时候，就这一块你可以给它加一个刘海，加一个这样的刘海，或这样的刘海。然后篮子的话就是一个长方体了。这种竹编的篮子的话，可以画一点这种横横竖竖横横，然后下边加一个相反的，这样给它体现一下它的质感。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越到下面就画的越少，给它留白一下，不然的话你全部画上去，它会非常非常的死板，而且画的很累。然后我们勾这个腰这里，可以看到我织钩线里它横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细，竖的时候又比较的粗。可是它画那个斜线的时候就很有质感，只能说习惯了就好。这笔我以前都不拿来勾线的，我是画了草稿直接就上色，然后只见它这笔细画，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就是它因为它的那个就画了之后浓淡不一样，直接画出来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细节的感觉，就有一种好像加了一点阴影，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加，就是这个笔刷它自己在深深浅浅。然后小牌子，这里我就直接用那个长按的直线，这里也可以画小波浪，因为草莓的那个叶子也算是一个小波浪嘛。然后是里边的这个，把框框画出来，然后里面可以放名片或者写字。然后是裙子，我们还是这样直接散开。我一般的话是直接跟着这个一点一点的画，我不是就画了再擦，可能比较懒吧，我感觉再去擦一下，好累，而且万一擦的不对，我还要重新补一下，我非常的懒狗，所以我还是喜欢一点一点的画。这种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长按搞一个直线，然后你觉得它要跟着裙子弯一下的话，就直接液画就好了。这种直接画那个弧线的话，还挺难画的。
克，然后是它的格子。然后先把围裙画了吧，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画那个裙子的褶皱。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勾轮廓是什么感觉吧。就先勾轮廓的话，会觉得画的特别特别的快，就不会特别的纠结那些小细节。我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只勾轮廓的话，就会觉得哇，已经到了裙子的底部了耶，非常的好哄，这小花手。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勾线的时候，如果在一个地方感觉哇好累的时候，我们就去勾一下轮廓吧。腿的这里，膝盖，如果你画的是比较侧的，记得那个膝盖里边这里这个弯弯记得弯一下。膝盖这里，还是草稿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不要画的太内了这个八字。如果你觉得掌握不好位置的话，可以先不画，到时候我们打腮红就好了。哇，上面还有几根头发，我们等一下心剑图层去画吧，这个有点太穿插的太多了。如果我先画头发的话，我应该就看不清楚这个花边长在哪儿。哎，电脑黑屏了，稍等。好的，好的，打开了。好，腿套也是毛绒的，这个的话，因为它画的是比较蓬的那种嘛，就没有特别的往那个特别特别往下的这种感觉了。OK，鞋子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鞋头。
我们画鞋子的时候，它是一个相当于这种的嘛，我们要注意把这一块的高度给它体现出来，就这一块，所以我这里会弯下来，就体现到这一块。鞋底的话，越到正面就越窄，就这种侧面的鞋底，到了正面我们就看不到那个鞋底了，是吧？然后感觉不对劲的话，没关系，我们先把它画了来，然后等一下感觉哪里的结构不对就直接液画，就一笔一笔画出正确的形的话，还是太要功底了。我们就进行一个磨修的操作吧。可以看到，我画鞋的话，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像不画中间这一块的长方体，就有一点这种感觉。鞋底的话，顺着它画就好，就是在它的下面再接一个那个长方形，两个长方形。可以看到，因为这里被切掉了，所以我们把后边这个脚后跟这一块的给它露出来。这里我是把那个鞋带给它腋弯一点，让我们感觉就是有一个脚背的存在。艾比斯画没有液化吗？那完球了。没关系，如果你没有液化的话，可以先就给它画一个。你可以拿那个给它搭一个，在那个另外的图层给它搭一个这样的长方形，然后我们再在勾线的地方画。好，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里边画就行了。这样画的话，结构会比我的好看很多。没有液化的话，我想想，我一般用液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很长的线，但其实就是多测绘几次也是可以画出来的，只是可能说，要累一点，没关系的。好，我们继续。比如说，如果我想把这里给它改上，我可能会用液化，但是我也可以擦掉再画了。只是说我们 Procreate 也就只有这个优势了，没有关系，宝宝。如果呃感觉就是需要液化的地方，但勾线的时候又很累的话，你可以先勾，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细化的时候再改。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弄的。就细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细一个，比如说我这里已经画完了，假设的话已经画完了，我直接吸个白色给它改一下。这样的话就不用说，可以都到 P 图软件页画，再回画画软件画。我去，我们的那个软件大师来了。哎，爱比思画是用的安卓平板吗？还是说手机会用这个？我们来画扣子，扣子的话，我一般是先画一个圆，然后在它的边边画一个弧，作为它的侧边，然后把那个我们在这一块的居中画那个缝线。我记得我最开始画的时候也是用的赛，总之就是完全没有液化过呢。当时好多人体问题，但是我看不出来，我觉得挺好看的。画世界怎么让彩色的草稿统一颜色？我没有用过，我到时候看一下呢。你知道画世界的那个图层模式在哪儿改吗？就是给它改成正片叠底的地方，应该也是在图层的边上改的吧？图层，我记得我很久以前用过，应该是点的那个图层，是不是有一个属性栏啊？知道正片叠在哪儿？彩色的草稿统一颜色。哦，我这个就是用的那个正片叠底啊，还是说，不是说的这个草稿吗？哦、要把这个透明度给它拉低呢？还是说那个彩色的草稿指的是昨天画了很多什么蓝色、紫色的那个，蓝色、紫色的那个，我只是拉了透明度，没有弄其他的东西。统一颜色是变成黑色吗？哦，变成黑色的话，用的是那个，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有些时候也在用，就是你合并完了之后，然后你直接在上面剪贴蒙版，剪贴蒙版宝宝会吗？剪贴蒙版之后，然后给它填充一个黑色，这样的话它也是可以从彩色变成全部黑的。我有些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只是它可能步骤要多一点点。然后那个，色相饱和度在画世界里的我确实没有用过，宝宝可以试一下，就是剪贴一个黑色上去。好的，那我们继续勾。
刻把这个围裙上的花边给它勾一下。这个花花的花纹也可以直接用手勾。用手勾的话，到时候就是颜色也不用怎么样，因为这里本身就是白色的，我们一片白给它盖过来。然后我们改线稿颜色的时候，它这里会自动变成那种比较浅的颜色，就是不用怎么我们自己动手，它会一键改的。我们跟着这个花边的这个点位画褶皱。好，这种比较空的地方就给它画一点三角。如果你觉得三角太多了，感觉不太好看的话，我们画这种有间隔的三角，或者说直接画个斜线就好了。因为上面这块遮住了之后，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弯的，这个弯的画出来反而破坏了这边的那个结构，所以我就直接只画斜线了。这里我就画那种缝线吧，一般围裙上的那个。这里来一根褶皱，边上的叉叉我们也还是先画。这蝴蝶结有些时候我会就没有连上中间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我连到这儿了，其实不用太管，就画的真的很累，很赶时间的地方，很赶时间的时候是不用太管这些的。我们注意一下它和那个裙底的这长度是不是一致的，不要突然给它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好，然后画它中间的缝线。
昨天看了一下草莓花的里面，好像是这种小刺刺的感觉。我们给它画成5瓣的吧。这种遮住的地方，我一般会先把上面的线条擦掉。只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因为感觉先擦掉的话，它交叉起来，我怕就擦到我本来好的那条线，只是一个小习惯。画这种要平行的线，真的是全神贯注了，手抖一下，感觉就变成那种海里面的一块这样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生物。然后我们把裙底给它封一下。还有后边的这个的裙底也记得画一下，要不然下面的话就一片白了。然后下边的这个裙子也记得顺着上边的这个褶皱画一点线条。然后我们在背后的这些可以少画一点线条，因为有那个大家知道空气透视嘛，就在远一点的地方，就看起来会看不那么清，所以我们就不要太过的给它细化了，给它减弱一点，在视觉上。这种，如果你们勾特别小的东西的话，可以只勾外轮廓，因为你把
里边儿的也给勾上的话，会显得那一块的线条特别的密，然后边上的又非常的宽，这样看起来就不是很协调，而且，勾的时候也比较累。用类纸膜吗？用的用的，我的这个膜已经有点千疮百孔了。我昨天还在想要不要换一个，然后忘了。用的是那个一粒克的，比较有点贵。然后我的这款它最近有那个打折，不知道卖完没有？就是我记得好像是 L5和 L4的都有那个打折款，但不知道卖完没有。不然勾线太滑了。这个我感觉最好还是用一下吧，如果你觉得太滑了的话。就勾线滑的话，控笔需要的力气要大一些，就要去精准的掌握这个度，还是蛮累的。其实某多多上的那个类纸膜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磨的比较的快，就可能画画几个月，画几个月它就变滑了。我有个朋友，他是用1个月就会变滑。其实用多久是看自己的手劲吧，可能整个笔尖套也可以。原来如此，我都没有用过这个。之前好像就是有看到过，就是说在笔尖上面贴一个那个叫什么手账纸，但没有去试验过。笔尖套的话，那就太省钱了，感觉可以安利给我朋友。他之前我想想，他好像是1个月，他可以磨烂一个笔尖，真服了。我们把这些没画到的细节给它填充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是先勾的轮廓嘛，中间这些可能有画漏的。一个用了3个月，天啊，超耐用。我去，那确实很方便了。类纸膜，这样一想，类纸膜好贵啊，而且有些类纸膜还蛮难贴的。我现在的类纸膜里面还有一根眉毛。这个毛绒腿套的话，可以看到它没有那个褶皱嘛，我一般会在边上给它再画一点这种毛毛。
但不要勾太实，不要勾太实心了。我给它画两根，代表有毛毛。这个篮子可以给它加一块布。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之前还会磨烂类纸膜，是因为他没有开那个叫什么？我找一下，对，他没有开这个压力和平滑度，然后他一直用的那个默认的，他就要用很大的手劲才能画出他想要的线条。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如果你手劲儿比较小的话，可以把它抬高一点。然后稳定也可以，就是你喜欢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画的时候会给你让你的线稳一些的那个稳定性之类也可以调。猜类子模的时候不小心把下面的 AR 模，天呐，太难了。然后我们就是后边的头发了，我先把这个带子给它画了。哦，对对对，是的，抖动修正，这个好像就是抖动修正，可以在刚才说的那里调。我之前应该是开了抖动修正的，但是我用了新平板之后就忘记开了，就一直都是没有开的状态。把这个也画了吧。然后等一下，我们新增一个图层去画后面的头发。我平时的话，就是有些时候也会不去新建图层，主要是它和这些穿的有点多，我有点担心，等一下把画好的给它擦掉了，所以我们新建一个图层去画。这个的话就用我刚才展示的那个图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能先画一根这样的主要的头发，可以看到这个在上边，这个在下边，我的这个在下边，然后我们给它往这儿，可以给它画一些线条，就那个发丝，它可以就是画那个你的阴影的同时，然后它也是暗示了你的发丝的走向。我们来画一下，这里我就直接穿过这些了哈，反正是那个新的图层。可以看到，我有些时候是先画一个
一个片，然后再去把它切成这种三角的。我们画的时候要想好，就是哪一块是在上边，哪一块是在下边的。在上面的这一块，它就不会被遮住，对吧？比如说下面的这一块，它就被遮住了这个小三角。然后在上边的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线给伸出来。就可以看到这里，这里是不是有点平？我们给它加一个弯的发丝，让它加入这个发片。然后我们再去画一些主要的发片。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下边的发丝再画上来，因为它在这个背后的话，我们它都被那个衣服还有边上的这个头发挡完了，它存在感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强。我们把那个看得比较清楚的给它画好看一点就好了。画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小发丝。依旧是这种就是太一片的，我们就给它，从那个头发的走向给它拉一根斜线下来。像刚才的话，我没有加这个发丝之前，它有一些就太贴着身体了。刚才只有这一点嘛，我们给它往边上画一点这种弯的朝外的发丝，它会看起来整个人轻盈一点。发尾的话，我一般就随便画了。也是按照草稿时的那个两正一反的感觉，感觉太空了的话，就给它，比如说这里，感觉还应该加一点的话，
可以给它加一个发片，或者说直接拉一根过来。哇，这里的草稿我就有点看不懂了，发挥一下灵机一动的那种。好，我这里就先从底部勾一下。可以看到，我先从底部的话，它的这一块是一个发片，我就会顺着它往上画。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那个很多线条里面分辨哪一根是往下边这个走的，但是有一个坏处是，你从这里拉上去的话，可能接到这儿了呢，可能没有接到头发，一定要记得往中间，往这个头这里走，不要太往外边了。可以看到了上边，我就随便画一点短线。只要就是能连接到它就好。这里有点太密了，少加一根。好，发梢也是昨天说过的，给它画一点那种弯弯。我自己画的话，这种长发的发尾，我一般就画一个或者两个就差不多了。我一般只有脸边上的会多画一点。这个也是一个个人习惯，因为感觉好像末尾给它就分的太多的话，那我上面这些都没有什么东西，让他们都就比较简单吧。而且一般来说，感觉画人大家都是先看脸，我们就把那个脸的边上给它修细一点。然后我们接这个头发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
不要就是画到这里了，画到这里的话，它这边都没有发丝来接它，也这里是空的。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发丝可以接住它。比如说我画了这根，它可以和这里的这个接过来。这个也是上一期有发现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记得我还写了一个上一期的，就常见的作业的问题吧，到时候整理一下。我这边叠叠之后，这个脸有点歪呀。哎，说起来没有液化的话，有那个选中然后再改的吗？这种选中再扭曲的，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用。翻回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哦，这个有欧克，这个也就是比较好用，你可以用它的那个扭曲扭一下。哦，这根还是有点长，给它再加一根长的融合一下了。哦我记得身上都还有几根没有画，天热。身上的，我推荐把所有的那个都给关了来，然后再画。我先把这个刚才画错图层的给它弄一下。这种这种在上边的这个发丝，我推荐是先把所有关了，然后再给它画，不然根本就看不到它在哪儿。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反翘吗？
我还是不太会，感觉我画的反翘就画的尖尖好厚一坨。感觉这个发片不太好看的话，就加一根发丝上去。哎，这里是过来的吗？这个就不画了吧。OK，然后我们去把那个遮到的地方给它擦一下。然后刚才画的底部的那个头发也是直接画的，有一些应该也是被挡住了的。然后开关检查一下。然后把草稿关掉，看一下整个怎么样，感觉还行。我们把它合并，那我就注意一下，不要合并到脸了，因为真的不太会画脸。万一等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又合并了的话就完了。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去画这个背景的东西。好，然后这个花怎么画？我一般就是一个圆，这样5瓣，然后这个3瓣的叶子，然后它的最上边是，我一般会画2个叶子，这样，然后花苞一般就是和那个草莓差不多，轮廓差不多，然后会画一个波浪，给它代表花苞。好，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些给它拼上去。画的时候注意这个花瓣，不要就是像我刚才那样画成这样了，怪怪的。这里的话也可以先把人物的线稿关一下再画，或者说把那个人物的透明度调低一点，就有些可能在人物的背后嘛，这样我们好画一些。这个花的话，我没有那个特别的去考究哈，这个是我比较偷懒的一个方法来画的。
大家如果对这个比较就感兴趣的话，可以就去搜了参考再画。今天人比昨天少了一半，正常的，正常的。如果人就是呃大家都在潜水的话，我就当那个录播课就行了，问题不大。因为我一般知识点都在前面的课嘛，后面其实如果有基础的话，可以自己先画了。好，然后我们继续。一边复习一边听课。天呐，我这小米读的好像在那个期末周吧，还是学习重要。我看了一下我的课表，好像是后面的那几节课是在假期里边儿的。到时候大家狠狠的补交4个，然后我就和大家一起改到凌晨。太难了，加油啊！等考完就可以玩了。主要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什么时候放。当时排课的时候，然后刚好排了一个，就是最后的时候，在那个放假的里边的。好快吗？感觉还好呢。其实这次只有头发勾的比较多，可能是因为我一边聊天就手没有停下来吧。谢谢宝宝夸夸。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画的超级快，当时去请教他，他给我的那个，就他教我的就是手速要就画线条的时候要快。每个学校的放假时间不一样。这样我是看的那个百度百科的。啊，不是百度百科，就是百度搜出来的那个放假，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那个。啊？已经放假了，好羡慕。那他们开学会早一点吗？应该不会吧？天呐，羡慕！我看的那个百度出来的是说，1月20多号才放。我也忘了我以前是几号放的了。哦，这里挡住的我们也给它画上去，等一下方便我们选底色。我把这个关一下吧。边上这些我就画那个，
我想想，把它换一个位置。这个弯曲应该也有吧？我记得好像有些软件没有弯曲，但是有扭曲。主要是感觉左边的要弯一点，哎，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们可以再画一个弯的过来嘛。把那个开一下，把线稿开一下看看，就把它摆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的小东西也可以给它勾一下。这我画 QQ 人的时候我就懒得勾了，直接拿那个空心笔画的。把它侧脸画一下。还有20分钟要超时了，天热！要不咱还是先画稿吧。可以交作业的时候，就是把想听的写下来，然后作业课狠狠的交。可以的，可以的。我记得我才开始画的时候，我也老是快要超时的那种，当时真的就纯靠脑子想东西，就想那个怎么怎么画那个定制吧，真的好累，想不出来就焦虑。然后蝴蝶结的话，会排版的宝宝可以直接排版了。我不太会，我就直接勾。等一下填底色又是我们 Procreate 的灾难时刻了。我最近配了新电脑，然后用 CSP 填色，感觉 Procreate 到底是什么3D 动人？真的好想要一个空隙，填充的时候填补空隙的功能。好，最后一条线了。我去，羡慕了啊！
等后面几节课，我就假装我说我们早点下课吧，其实我就偷偷拿 CSP 去填色算了。是的，他那个有一个有个游系统，感觉填的特别快，而且它还可以把那个白的空隙给填上。这根线不是很好看，但是都在后面了，管它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勾漏的东西，以及我昨天看那个文档的里面，我好像后面还多加了一个东西，就给看文档的宝宝就解释一下那个是啥，就是一个草莓花的蝴蝶结加在这儿的，是文档里面的那个东西。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有点像尺子的，这个画的是，那个有一点量杯的感觉吧。然后里面是那个草莓牛奶的一个水波，这是那个文档里面的东西。然后我画的时候没有加上去，看到收到后面要不要加吧？我们现在来，哎，坏啦！我去，还好可以撤回，救命热！给它剪贴出来。应该是都勾到了，实在没有勾到的话，我们到时候发现问题再去填补一下。我就把这个小动物和人放一起吧，它们应该是同一层的。然后我们选这个丝带，然后点自动，这里这个自动，然后选一下看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这漏的地方啊，然后看到漏的地方，我们去找一下，没有闭合的给它填一下。这个是我们 Procreate 呀，也有那个就是高斯模糊之后然后填的，但我用那个有一点就是它的边上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填充到的，我就没怎么用。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把这个阈值调，就点在画面上，向左或者向右是调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说？总之就是它的程度大小吧。我们把这个不上色的地方给它都选中，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反转就可以选出一个底色了。把这里填上，哎，如果填到这种的话，我们那个撤回一下，然后它撤回的时候，它有一个 bug，我这里已经撤回2次了，其实这里它已经撤回到了，但是它没有显示。这个的话就，大家自行感受一下吧。如果你很担心的话，可以多撤回一次。啊，然后我刚才点了一下这个取消了，我把这里连接一下，然后我们长按这个丝带，它会加在你刚才的这个选区，我们再继续填。
应该是这些了。如果没有填上的话，我们后面就边画边改。好，现在我们已经选上了哈，我们新建图层，在这个线稿的下面选一个肤色吧。然后我一般会在长按这里点颜色填充，因为我直接从右边拖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不在一个部分嘛，比如这个小东西和人不在一个部分，我要拖2次，就很容易拖漏，所以我直接用这个填充，它要直接把我选中的东西都填充了。好，然后这个背景还是一样的操作哈，我们把它拖到最下边来，然后点自动。啊，这个标注没有拖走一下。观察一下哪些有缝隙，我们给它就修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洞，给它填一下。OK，还是一个反转。新建图层在下面，然后选一个颜色，还是长按这个丝带点填充。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上底色了。底色的话，我会把这个之前的颜色单独弄出来，就这个东西。然后这里的话，我一般是复制出来，然后再合并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我可能是画在这个空心笔上的，如果我就是画线稿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太小了，就没有勾这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在这里看我到底就画这个没有，或者直接把它就放上来，就直接用画的这个空心笔。啊，这个就扯远了，我们直接合并，然后把它拖上来。然后点一下，点这个剪辑蒙版，然后它就可以贴在我们的这个人物上了，就不会涂出去。然后再复制一下，贴在这个背景的上面。OK，然后我会把这个背景给它组一下。多选，昨天是讲过了，就是往右滑，每个都往右滑，它就会多选，然后点右上角的组，给它做成一个文件夹，这样方便我们去点这个隐藏。我们先来看这个人物上，我们把这个线稿设为参考，这里的参考。然后这个参考有什么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在其他的图层上面，我们用这个选区，它是按照这个我们参考的图层去选的。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拖出来，它也是按照我们选的参考图层去填充的，就这样的一个一个功能。这里我会把线稿的透明度调低一点，因为有些时候有些颜色它藏在你的线稿下面，因为到时候我们是用自己涂的颜色去做一个，就是改线稿颜色嘛，就最好还是不要掺一些其他的，比如黑色，比如万一有一个黑色在你的线稿下面，然后再去一键改线稿颜色就不是很好看。好，然后我们就一边用那个方法，一边就手动一下。啊，这种
这种没什么乱线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填充用那个参考的功能。就线条比较多，而且没有封口的，我们就直接手动。然后填色的话，我有一个那个快捷键，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上。就是我调的是这是在哪一个图层上，这个是在这个或者你也可以新建图层再建一个。为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要直接这样把所有给涂了，然后再往上涂，涂了之后你可以隐藏了，然后再去吸色。其实都一样啦，都一样，看你的习惯。我现在的话是在我贴上来的这个图层上的。好，然后我们继续。我刚才说到快捷键嘛，我是把那个吸色的快捷键调成了点住这个，然后再点，可以看到吗？我点住了左边这个，然后我再点右边，就是用笔来点，它就可以吸色。我感觉这样要就快一点，就不用我的手指头去按一会儿再吸色了。然后大家有没有就看到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小手柄，就是说拿来画画那个的话，弄吸色也是挺好用的，因为 Procreate 吸色是有那个功能键的。功能键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它有一个可以键盘调出来的一个键位，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小手柄设置一个这样的，就是把你的吸色设置在一个键位上，也是比较的方便。因为我们平时点左边这个，可能我们眼睛在看画嘛，然后点的时候容易点歪，所以小手柄还是比较的实用。就你直接按就完了，不会点歪。这里我就随便配个色。话说我最近也是想了一个比上一次还要懒的上色方法，我们明天再讲。这里就填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我这里连一下手柄吧，连一下手柄填的快一点。手柄的话，最便宜的可以用这个功能的，就3万的那个，好像多少来着，30多吧。手感比较塑料，有一说一，但是它真的好便宜。
我之前买的八味堂的，它那个只能映射，就是说它只能相当于按键精灵那种，我在我的屏幕上找一个点，然后让它给我按这个点，然后它可以用这个功能键的手柄，挺贵的，要100多。八味堂的手感就比较好，那种滑溜溜的感觉，然后山湾的拿着有个塑料感，就收手柄嘛，它叫那个呃，宝宝你需要这个东西吗？你需要的话，我把我的型号发给你，因为它有一些型号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你可以搜小手柄，先了解一下，就是画画小手柄。想要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型号，我发给你们。我记得山湾的这个好像是 XKV 吗？哦，Q36。我等一下看一下我的某宝吧。我等一下发在公屏上，我先把这里填一下。然后键位我感觉我自己调的这个有一点小鸡肋，但也是比较好用。哦，对，我们看到这个刚才用空心笔画的这种，一定要给它涂掉这个黑色，不要让它就出现在你的画面上。因为我们那个，就刚才说的改线稿颜色是一键改的，就直接拿我们画好的颜色覆盖在我们的线稿上，所以最好不要有这个很多黑色的。搜一下我的手柄。哦，搜到了，直接打出来吧。3万 Q36 XKV，这个是灰色的那个，灰色的支持。我们键，它那个粉色的和紫色的，是不支持的哈。不要买错了，而且就是你需要再买，不要就是拿回去吃灰了，就太浪费钱了。这个的话，感觉就是你出去玩拿一个平板，就出去的话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左手揣在兜里画了。是宝宝最好就问一下客服，不要买错了，不然就影响心情是吧？电脑那个比较火的 TowerBox 我也买了，感觉有点小鸡肋，可能是我的桌子不够大，感觉放在桌子上有点挤，其实还是蛮好用的。
我填色的时候一般会先把这个空心笔的这个黑色全给它擦掉，然后我再填。我们可以用那个底部的颜色先给它随便画一下，然后我们再填上边了。这手柄的话，我是竖着拿的，然后呃，它的那个侧键拿来点吸色，感觉还是蛮好用的。大概就是这样拿，然后我的手，哎，中指中指这样按一下就可以吸色了。然后大拇指拿来按这里的4个键，有些时候就拿来切那个画线稿的时候就拿来切笔和橡皮。这种很多线的，我们就直接先把它下面的底色给画了来，然后再去填它的颜色。一般花边的话是可以直接脱下来的，花边的话一般是封的比较死的，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脱下来。然后还有腿和手臂一般也封的比较死，这个就看大家那个画线稿的习惯，就封的比较死的，直接拖那个油漆桶就好了。看着确实方便好多，这个真好用啊，这个真好用。哦，这里啊，突然发现这里涂多了，发现涂多了的话，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底色，然后给它选中，因为我们现在是参考的线稿图层嘛，它就会直接选中这一块，给它拖出去就好。然后腿我们也直接油漆桶，主要是这个小手柄真的好小啊，很迷你。我之前买那个八味堂的时候买回来就感觉哇，好小，就和手掌差不多吧，也比较轻，拿出去就出门的时候挺好的。哎，感觉有点推销啊，3万给我打钱。
哎，如果是 CS7的话，就不用这么手动了，想念。哦，就填色的时候，它不是有个继续填充嘛？如果你还要继续填这个颜色，可以点一下它，点了之后你再直接点画面，它就会可以连续的填充了。可以的，可以的。我的穷鬼小手柄就是上面的那个，好像30多块钱吧。哦，不对，四十多这款是30多那个，好像只能映射哈，映射那个有点不太好用啊。然后可以看到中间这些还是粉的，我们给它填一下啊。41吗？我49买的，伤伤心了。但大家能买到更便宜的，当然更好了。感觉还是比较值的，毕竟8味堂一个就只能映射的都要70多诶，估计是过年活动哦，应该是。那我到时候把我的那个手柄设置发在群里吧。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在小红书上找的一个老师他的那个参考来改的，然后我给他换了一个方向，因为比较习惯中指点侧键。哎，真的不用点，就是左边这个，不用点左边这个方框，真的太爽了。而且我这个平板它是有一点那个，偶尔它是点不上去的，就拿手的话，有些时候要点好几次才能点中这个小方块就有一点小红温。用淘金币应该便宜点，哎，确实哎，确实。哎，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勾到，我去勾一下。上面的这个袋子没有勾，我是那个图层勾一下。哇，没想到超过9点半了呀！看来现在的头发画法是要比以前豪华一点了。
盖住的擦一下下。有些时候真的就会莫名其妙少勾一点，这种情况就给它勾一下就好了。就继续填充，就大家线封的很实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哦，对了，就我填色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等一下画完就可以直接回答了。还可以满减，我去，大家都是省钱天才。哦，对，这个，如果它就可以看到我填到了右边的一些东西的话，可以把鱼子拉小一点。拉小一点的话，有些时候它就不会填到就是边上的东西了。如果真的开口开太大的话，还是就手动一下吧。我现在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我会没有填完色就开始上阴影，有些时候会边上阴影边填色，感觉这样，就是可以提前下一步，那种急的感觉。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画阴影的时候也会检查一遍嘛，然后就可以很好检查到哪里的底色没有画对。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还是按流程先走一遍。满减可以凑到35，我去，这可是35。这个价的话，和它那个最普通的、最便宜的小手柄都一样了吧？说起来，小手柄连电脑我还没有试过耶，因为当时把那个八味堂的卖掉了，我怕影响平板上的那个设置，就没有连电脑试试。
好像就只差背景了吧。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涂到，我们到时候就边画印一边检查。背景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再复制出来的那个图层给它把这些填一下就好了。这个叶子和花可以分成两个图层，到时候的话，你画叶子就不会画在花上了。花我就换一个图层。哦，记得把参考改成这个背景的线稿。填完色就是这样啦。今天的就这样了。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问一下了。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喽。哦，这个小东西没有填，画一下。那我就画到这个小羊画完吧。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下课了。哇，谢谢宝宝夸夸。平常在哪儿接单？一般私下或者米画师。哇，谢谢宝宝！祝我的学员宝宝都发财，祝我的宝宝顺风顺水顺财神。欧克。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啦。大家可以去休息一下了，辛苦了。我就点这个结束直播了哟，大家拜拜拜拜。